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蜀锦人家首播，剧情虽然老套，但谭松韵演技灵活，典型人捧戏。11月30日午间，电视剧《蜀锦人家》在优酷5集上线，正式开启了首播模式。这部电视剧之从剧本角度来讲，剧情主线走势老套，细节桥段套路，质量并不上乘，甚至于在服化道方面也略显廉价。但是，该剧当中女主角谭松韵的演技灵活，具备了不错的喜剧感，这是一部典型的人捧戏的作品。主线老套和细节没啥新的东西，是蜀锦人家最先带给观众们的体验。尤其是女主角谭松韵尚未出场的那些戏份，简直成了这部电视剧的灾难。经常看电视剧的观众，对于这样的开局，可谓是一眼就能看出了里边的主线走势，并且能够猜测到后边剧情发展的必然内容。这个剧情主线已经被很多悬浮的古装剧用过，只是这一次是蜀锦内容罢了。在具体的细节桥段上，该剧也并未呈现出多少的叙事智慧来。最为典型的便是青年女主出场之后，那些需要呈现其智慧的桥段并没有多高明。比如说开局2集当中，女主角在酒馆当中结交国舅爷的戏码，就是剧情转折的关键点所在。但是通过这种误会式的方式结交，并且板上钉钉，显然是架不住合理性推敲的。蜀锦人家当中类似的需要呈现女主智慧的戏码，都是典型的不够谨慎的小聪明，一旦放在实际操作当中，就一定会露怯的。所以在细节编制方面，这部电视剧更像是小孩子们才会信的内容。剧本过关的电视剧不会在细节桥段上露怯。显然，这部蜀锦人家更像是流水线团队作业的剧本。另外，蜀锦题材本来应该是颜色艳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蜀锦人家并未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。我起初是非常奇怪的，以为是电脑屏幕出现了调色上的问题。换到大屏幕上去看之后，该剧依旧存在调色上的问题。再换上1:2的屏幕，用顶级清晰度模式观看，依旧是如此问题。显然，该剧在后期剪辑调色上肯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我在介绍该剧定档的文章当中曾聊过，这样的作品放在春节档上线才是最好的，能够成为很多客厅的背景板。然而，看完了蜀锦人家的调色之后，我改变早前的看法。这部电视剧并未把自己客厅背景板的作用发挥出来，相反，它在色彩布局上做得比较差。该剧的服装、滑道、道具和美术等等都显得相对廉价。按理说不应该如此，有谭松韵这样的女主角在，这部蜀锦人家肯定是可以大爆的啊！把服装、化妆、道具和美术等等做得好一些，只是多花一些经费罢了，不是太难的事情啊。我比较担心的事情是，这部电视剧是不是把更多的经费花在了请女主角上，而在其他方面则搞得相对廉价了呢？如果是这样的，便是一个遗憾的。当然，有谭松韵在，即便是服化道等等廉价到了一定程度上，依旧会有播出的基本盘在。蜀锦人家当中，谭松韵的表演确实可以拖住这部戏，让它不至于扑街。细节当中很多架不住推敲的桥段，经过谭松韵的表演，观众们会忘记去推敲桥段的真实性，转而向谭松韵表演的娱乐性看齐。这便是演员厉害的地方，也是一招鲜。为什么谭松韵表演了之后，真实性被淡化掉，娱乐性被彰显呢？因为谭松韵有娃娃脸，观众们会因为这张脸，认为这个桥段其实就是青年孩子们在逗乐子。一个孩子演出来的桥段，谁会去较真呢？所以
不管谭松韵是不是孩子，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会认为她演的这些戏还是孩子的，是不能较真实性的，只看娱乐性即可。这种人捧戏的状态是一招鲜，一般的女演员是没有办法实现的。谭松韵在剧作当中嘻嘻哈哈的表演方式，就足以带给这部电视剧更多的剧本之外的乐子。在一个看电视剧就试图一个乐子的当下，蜀锦人家还是能够给大家这种乐子的。当然，该剧的主线剧情当中还有复仇内容，女主她爹惨死，这些设计就不是乐子了。我感觉，如果这部电视剧不走严肃复仇的路线，而只单纯走乐子路线，可能出来的效果会更好。蜀锦人家谭松韵太会挑剧本了，季英英才是真大女主啊！看完前4集蜀锦人家，谭松韵太会挑剧本了。女主季英英是染坊人家的女孩，父亲被害家道中落，母亲带着他们兄妹艰难求生，所以她从小就知道求人不如求己。益州当地最大的染坊花家计划吞并季家的小作坊，季英英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拉拢同行组成联盟的形式，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了经营范围，为接单做准备。其次，他们都是没有根基的小作坊，斗不过家大业大的花家，又设局拉拢蠢萌的国舅爷，借皇亲国戚的事保护自己。他的小聪明被上位者看得明明白白，蜀地辣妹子也不藏着掖着，直截了当全盘托出，磊落做派反而赢得了长史的青睐。季家遭遇突变，从天堂落入地狱，继母变得保守胆小，只希望一双儿女能顺遂平安，不敢有任何的奢望。季家长子性格老实，季英英则是激进派，一家3口风格不同，哥哥起到润滑作用，安抚母亲，暗地里帮妹妹，一家人互帮互助。蜀锦人家风格鲜明，是一部古装励志轻喜剧，节奏快，剧情连贯，女主性格讨喜，行动力强，前期专注于搞事业，这才是合格的大女主剧本啊！您觉得呢？